多亏了互联网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分享手机上有趣的东西。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的宝库。有些视频会让人感到很温暖美好，但还有些视频令人毛骨悚然或震惊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将向你展示一些互联网上最神秘的片段，它们要么让你大吃一惊，要么让你抓狂。从颤动的眼睛，到海滩上被冲上岸的不明生物，甚至是在巴西森林偶然拍摄到的神秘生物。下面是10个被摄像机捕捉到的威胁之谜，或者你还知道哪些震惊的发现？请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交流。第10个，空中静止不动的鸟头。大自然常被称为最好的工程师，在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，我们从中获得了大量的灵感。例如，卡斯特罗鸟通常被誉为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飞行员之一。看看这个片段，它有一种惊人的能力，可以在空中悬停，扇动翅膀而不移动头部。除了它们的高速飞行外，还有高超的飞行技术。所以早在19世纪，这些鸟就不仅是设计师和工程师的灵感来源，也是世人的灵感来源。许多人羡慕它们拥有美丽的飞行能力，它们的翅膀扇动着，头却完全静止不动。这些鸟通过风来控制它们的翅膀和身体，相对于地面来获得盘旋的独特能力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些鸟在空中看起来不动，但在特别恶劣的天气里，它们会快速拍打翅膀保持漂浮。据研究发现，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追踪地面上的猎物，从而选择最佳的时间抓住猎物。所以这些不起眼的小鸟不仅是飞行大师，还是手段高超的猎人。第9个，中国的红色天空。在2022年5月，当城市的天空变成血红色时，生活在中国舟山的人们被吓坏了。在城市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深红的天空，这引起了许多居民的恐慌。一些人把这张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网站上，声称这是世界末日开始的征兆。另一方面，有些人认为血色的天空是由爆炸引起的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如果我看到这样的东西，我可能会觉得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，我也会很害怕。经过了数小时的恐惧和恐慌，居民们终于发现了这一可怕现象背后的原因。原来这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，红色的天空只是由于渔船的灯光反射在低空的云层上造成的。第8个，美人鱼被冲上岸。你知道吗？在很久以前，希腊人认为美人鱼是一种半人半兽的生物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美人鱼这个名字被用来指神话中的生物。我们在影视剧中也经常见到，通常以很漂亮的女性出现。但你仔细看看这个视频，5年多前，一群人声称他们在飓风过后的海滩上看到了美人鱼的尸体。你可以看到许多树枝旁的这个尸体，但貌似已经风干了。这具有着像鱼一样的尾巴，红褐色的毛发，烧焦的手臂和可怕的脸。如果这段视频是真的，它将改变很多我们所相信的事情。至少可以确定的是，美人鱼并不是我们所展现的那么漂亮。第7个，眼睛会颤动。我们都有些奇怪而无用的才能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做到，比如舔自己的手肘或做其他的动作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样疯狂的事情。比如看看这孩子的眼睛，你会很惊讶的。在你问之前，我先告诉你，这个视频没有经过剪辑，摇晃或震动上升的能力被称为潮状凸起。据统计，全球只有大约8%的人可以这么做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种情况的人，一开始肯定会感到奇怪，但这种颤动并没有害处。事实上，有些人可以像这样的抖动眼睛，偶尔用它来避免头晕。自发性眼球颤动不过是视觉上的把戏，不需要对健康担忧。这种眼睛颤动通常只持续5秒左右，之后就会完全恢复正常。第6个，干尸鱼复活了。我们的普遍认知是，一旦某个东西死了，它就永远不会复活。但我们的星球是非常的不可思议，它是一些最神奇的生物的家园，包括这种鱼。如视频所见，这家伙发现了一堆干尸鱼，你不用摸它们就能看出来，它们的鳞片已经很硬了，看起来好像已经离开水很长时间了。然而，当这个人把水倒进它们的嘴里时，每条鱼都移动了，似乎又活了过来。这群鱼看起来像是死了，但或许它们只是在休息。这种生物学名为豹纹之深年，通常称为水中清道夫。这些适应性强的鱼可以在哥斯达黎加、巴拿马和南美洲的河流中找到。尽管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，但有时它们居住的河流也会干涸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已经适应长时间离开水的原因。如果你觉得很神奇，那就等着看它们在陆地上走动吧。你没听错，这些生物也可以在陆地上蠕动，直到找到新的水体居住。如果它们有足够的氧气呼吸，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存活30个小时，有时甚至更长。但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像这些家伙一样神奇，它们在很多国家都被认为是入侵物种，比如美国、泰国和中国。这些鱼影响了其他水体物种的数量。第5个，地面巨大的神秘轮子图案。你可能听说过神秘的秘鲁纳斯卡尔文，但你知道在中东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吗？2016年，
几个飞越阿拉伯沙漠荒凉地带的人注意到了这一点。奇怪的几何轮子在地上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图案，从上面看，你会想到这些几何图案不可能是自己形成的，但它们比秘鲁的纳斯卡尔线要简单得多。这些轮子覆盖的区域更广，从也门到约旦，还有西奈半岛。研究人员认为，这些图案可以追溯到8500年前，比秘鲁著名的地画还要古老。没有人知道是谁创作了这些图案，也不知道它们的含义。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轮子表明太阳的排列，而一些人认为轮子是某种日历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如果你从天空看这些图案会更明显。研究人员对他们为什么要费心建造无法完全看到的东西感到困惑，毕竟当时没有降落伞或飞机来帮助他们在高空观看，这是一个考古谜题，我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发现其中含义。第4个，徒手扔鳄鱼。它们可能没有鳄鱼那么可怕，但短吻鳄仍然是非常危险的动物。许多人都认为它们是害羞、温和的动物，但如果你激怒了它们，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你。说到底，它们还是掠食者。它们虽然没有鳄鱼危险，但就像它们的表情一样，它们有锋利的牙齿，当然也可以很容易地伤害你。你不应该尝试这个人所做的事。他徒手捡起一只短吻鳄，把它扔进水里，就像它不是最可怕的爬行动物一样。与鳄鱼不同的是，短吻鳄并不真的吃人，但如果你不想受到伤害，你一定要远离这些野生短吻鳄。第3个，偶然拍摄到的神秘生物。看看这张图片，巴西一名15岁的匿名女孩在旅行途中偶然拍照时拍下了这张照片。毋庸置疑， iPhone 捕捉到了本不应该被人看到的东西。这张照片据说是于2007年巴西的森林里。女孩称，她是在看了回家后拍的照片后才注意到这个奇怪的人影的。这个奇怪的生物看起来像人，但却有明显的头骨，就像牛魔王的那对角一样。尽管照片看起来很模糊，但很容易看出这个生物很可怕。它长得像魔鬼，长着狰狞的脸，头上长着犄角。当女孩将照片上传到网上寻求帮助时，一些人评论说照片中的生物可能是恶魔，一些人声称它也可能是一个外星人。自2015年以来，许多研究人员试图更多地了解它，但至今未曾有进展。你知道这个生物是什么吗？请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交流。第2个，海滩上被冲上岸的不明生物。2018年，游客在南乔治亚州的海滩上发现了这种奇怪的生物，他们很震惊。在海滩上发现海洋生物的尸体是很正常的，但这明显不是普通的动物。这种生物很像传说中的洛克尼斯怪物，也就是曾经在地球上游荡的史前巨怪。你可以看到这种生物有细长的脖子和尾巴，它和我们今天知道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，就像史前的东西。一看到这种生物，许多人立即断定它是一只史前怪物。许多人开始相信我们的海洋中真的有恐龙。然而，科学家们似乎有了另一个答案。关于海滩上的动物的分析，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只海豹的尸体，都是有鳍的海洋生物。不幸的是，这只是猜测而已。第1个，保存完好的恐龙胚胎。恐龙灭绝是有原因的，这些生物的体型大得吓人。如果它们从未灭绝，其他的动物很可能一直没有出头之日，而且对我们人类也有很大的威胁。但是，尽管这些史前生物有多么可怕，我们仍然对它们的存在感到着迷。鸟类被称为现代恐龙，但它们与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真正恐龙相去甚远。如果我们有机会让恐龙起死回生，你认为这样做明智吗？说实话，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个好主意。今年早些时候，研究人员在中国江西省发现了2个来自史前白垩纪的完美恐龙胚胎。你可以看到小小的鸭嘴恐龙宝宝还被包裹在胚胎里，就像被石化了一样。这2个标本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恐龙胚胎化石。科学家们可以利用这些化石来更多地了解恐龙的外观、行为、繁殖和进化。说他们能够用这些化石让这些史前动物起死回生可能有点夸张，但鉴于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展，如果这成为可能，我也不会感到很惊讶。通过这期视频就能发现，这个星球上确实有很多神秘的东西，我们人类对大自然还知之甚少。这些片段中哪一个最让你感兴趣呢？请在下方评论区中留下你的想法，同时再看看视频上这另外2个视频，保证也能给你带来精彩的内容。